他来了，他来了！龙珠最新 3D 无码高清剧场版超级英雄与大家见面了。本次剧场版中以悟饭和比克为主角，重现了悟饭与沙鲁的对决。悟饭和比克甚至都有了全新的形态。对于最早追七龙珠的小伙伴们来说，本次剧场版充满了青春的回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剧情。相信大家还记得那个臭名昭著的邪恶组织红缎带军团，那是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邪恶军团。组织内拥有雄厚的资金、大批量军火以及超前的科学技术，被称为世界最邪恶的军队。因为龙珠，年幼的悟空与红缎带军团有了交集，单枪匹马将其毁灭。几年后，红缎带军团的幸存者格罗博士开发人造人战士，并将自己也改造成了人造人，向悟空发起复仇。结果再次失败，自己也被亲手制造的人造人17号杀死。之后，终极人造人沙鲁登场，让悟空团队陷入苦战。之后被悟饭成功击败。曾经为民响彻世界的红缎带军团，自从遇到悟空后，变成了悲剧军团，比悲剧塔还要惨。军团前任首领红元帅的儿子马先达一直等待机会复兴家族产业。就在这一天，他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格罗博士有一个孙子海德博士。虽然外表看上去是一个24岁的肥宅，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不输给祖父的天才。海德的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意外身亡，16岁他就拿到了博士后学位，但是因为性格古怪，没有实验室愿意要他。现在在用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过着独居生活，独自进行研究。马先达决定联手海德博士，再次燃起复仇之火。不过，想要见到海德博士，还需要等待3个月，因为海德博士目前正在监狱里服刑。他从太平间偷了3具尸体，改造成人造人后，让他们在便利店打工来赚钱养家。看得出来，海德博士生活真的窘迫，也能看出来他是个有底线的人，宁可用这种怪异的手法赚钱，也没有开发人造人烧杀掠夺。3个月后，海德博士走出监狱大门，马先达亲自去迎接。没想到，海德博士利用改造的蜜蜂间谍，早就已经把马先达的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。本来海德博士对马先达和他的公司并没有什么兴趣，但当马先达拿出肥仔牌奶茶后，就成功将海德博士勾引上了汽车。马先达开门见山，自己会提供大量资金和设备，全力支持海德博士人造人研究。海德知道红缎带军团的目的是征服世界，而自己的理想是制造超级英雄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海德博士不想与马先达合作，马先达于是编了一套骗小孩的故事，将布马、悟空等人塑造成为了试图统治地球的邪恶宇宙人，而格罗博士制造的沙鲁正是为了阻止那些邪恶宇宙人的英雄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那场大决战中，沙鲁失败了，邪恶战胜了正义，宇宙人统治地球的野心也进了一步。海德博士听完后陷入沉思，马先达可以提供给自己大量的资金和设备，完成自己制造超级英雄的梦想，而且地球危在旦夕，是时候让这些超级英雄出场了。就这样，海德博士被马先达唬得晕头转向，两人达成合作。另一边，孙家保姆比克正对3岁的小芳进行训练。时光如梭，转眼间比克都当爷爷辈了。目送小芳去幼儿园，比克终于有时间进行冥想训练。比迪利打来电话，恳请比克晚上接小芳放学。悟饭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，实在没有时间。比克挂断自己的菠萝手机，找到悟饭抱怨一番。此时距离幼儿园放学还有一段时间，比克再次进入冥想训练。刚进入状态又被人打断，比克抬头一看，一个穿上超人装的奇怪家伙浮在空中。咸蛋超人嘛，你到底是什么来路？比克注意到这个咸蛋超人的身上有一个熟悉的标志，绝不会错，那是曾经覆灭的红缎带军团的标志。比克感受不到这个家伙的气息，看来这家伙也是一个人造人。人造人扬言要比克撕拉撕拉的，两人扭打一起，咸蛋超人一脚将比克蹬下山坡，嘲讽比克很一般，我还以为你会更强一点呢。比克撤下斗篷，使出王子战法，一通狂轰乱炸。咸蛋超人飞到空中，手中像玩具一样的手枪发出巨大的能量炮，将整个山头夷为平地。浓烟之中，咸蛋超人找不到比克的身影，默认其已经死亡，于是返回基地去报告了。比克悄悄跟在咸蛋超人的身后，尾随其来到红缎带军团的秘密军事基地，干掉了一个小兵，然后换上衣服潜入到基地之中。比克走进山洞，来到出口时，比克十分震惊，这里是一个科技十分先进的军事要塞。比克随着一队小兵潜入要塞里面，看到了另一个咸蛋超人。这2个咸蛋超人分别叫做加码1号和加码2号，正是出自海德博士之手的超级人造人。
马辛达的马仔打开大屏幕，他表示比克只是个小人物，敌人的首领孙悟空、贝吉塔都是非常强大的人，还有可怕的魔人布欧以及实力深不可测的撒旦。海德博士认为这些人都没什么可顾虑的，因为自己的伽马系列人造人正在大批量复制，制裁他们绰绰有余。马辛达更期待另一个杀手锏——沙鲁加大版沙鲁 Max。马辛达主张主推沙鲁 Max， 将其作为红缎带军团的旗舰，而海德博士认为伽马系列对付胶囊公司的战士完全够用，根本不需要沙鲁 Max 出手。况且沙鲁 Max 还没有完成，现在如果强行启动，他将失去控制，摧毁世界。马辛达的初衷是想统治世界，摧毁了还玩什么？比克十分震惊，溜出要塞，掏出波罗手机打给布玛，得知贝吉塔和悟空都跑去比鲁斯那里去修行了，已经3周失去联系了。比克请求布玛想办法联系上两人，地球要发生大事情了。遥远的第7宇宙比鲁斯所在的星球上，悟空、贝吉塔、布罗利正在进行修行。维斯提议来一场格斗比赛，悟空有点担心布罗斯再次失控。此时沉睡4个月的比鲁斯午睡醒来，看到布罗利后很不开心，不要随便带人来啊，我这里又不是快捷酒店。原弗利萨军团的雷莫端来料理，请比鲁斯品尝。比鲁斯对雷莫的手艺非常满意，当场宣布开除维斯。当看到刺来的时候，比鲁斯虎躯一震，糟糕，是恋爱的感觉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比鲁斯一边吃冰激凌，一边观战悟空和贝吉塔的比武。扔出去的冰激凌盒子刚好套在通话器上，错过了布玛打来的电话。巧合的是，魔人布欧也进入了休眠期。好家伙，这是强行捧悟饭和比克呢。比克从卡琳那里拿到2颗仙豆，现在是仙豆的淡季。卡琳表示囊中羞涩，实在赞助不了更多的仙豆了。比克又来到神殿，他希望丹迪能用纳美克星大长老的技能帮助自己开发潜力，提升战斗力。但是丹迪告诉比克，那个技能不到一定年龄是用不了的。不过改良的神龙倒是可以实现这样的愿望。丹迪拿出神龙模型，在上面倒了一点仙水，神龙发出一阵耀眼光芒，改良完成了。比克用波罗手机打给布玛，胶囊公司早就将龙珠这项业务给垄断了，现在龙珠就在布玛的家里，随时随地许愿。接下来龙珠最经典最激动的时候来了，当神龙出现的一刻，恍惚间有一种梦回儿时的感觉。这个镜头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，依然热血沸腾。来吧，说出你的愿望，任何愿望都可以。比克请神龙激发自己的潜力，神龙轻易帮助比克完成了愿望，甚至还多赋予了一些力量。看来神龙也是看人下菜单啊！剩下的2个愿望，比克实在想不出来，只好让给布玛。布玛选择让自己的屁股翘一点，睫毛长一点。待神龙消失之后，布玛突然尖叫：“糟糕！许愿让贝吉塔他们回来就好了。”就这样，贝吉塔和悟空被强制下线。比克重新溜进红缎带军团的要塞会议厅，会议还在继续。关于敌人背景调查的环节进行到了悟饭。悟饭现在虽然看上去是学者，但曾经可是击败沙鲁的主要战力，威胁很大。马辛达决定先除掉悟饭，但是在沙鲁 Max 完成之前，马辛达并不想让外界知道红缎带军团的存在，也不想在城市引起骚动。他想到一个卑鄙的方法，绑架悟饭的女儿小芳，引悟饭到基地里战斗，然后将其干掉。海德博士对马辛达的做法很不耻，虽然是敌人，但是诱拐小孩什么的也太卑鄙了吧。马辛达没理会海德，交代手下速去速回。比克主动请缨参与此次拐卖儿童大作战。别看小芳只有3岁，100个壮汉想诱拐她都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比克想要借此机会给悟饭点教训，这个节有点不称职，很少接送孩子上下学，这次就给他点教训。幼儿园，小芳一拳头就解决了上前搭话的小喽啰，凭借气息认出了比克。比克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给了小芳，让小芳装作被绑架的样子。小芳很配合，一进要塞就一副被人虐待殴打的可怜模样。马辛达让手下拍一下视频，然后又派出比克和15号小喽啰去通知悟饭。整日忙于工作的悟饭修行的确荒废了很多，竟然没有认出比克的气息，让比克大感失望。小喽啰拿出手枪强迫悟饭走一趟，悟饭手指一弹，手枪就飞了出去。小喽啰很愤怒，拿出小芳被绑架的视频展示。不想你女儿有事的话，就乖乖跟我们走，少他妈废话！悟饭怒吼一声，变身超赛，巨大的能量差一点将整栋楼掀飞。小喽啰当场跪了：“您的女儿非常安全，求您跟我们去把女儿平安接回家。”悟饭进入红缎带军团的基地，单凭下落时的冲击波就震飞了一干小兵，接着撞翻了加马2号。海德博士派出加马1号迎战。
加玛1号使出了江湖上失传已久的恶魔风脚，冲击波将基地的地面打出一个深坑。悟饭到底是沉迷学术，眼睛都近视了，打架的时候还要随时注意保护高度数的近视眼镜，实力很难发挥出来。悟饭与加玛1号过了几招，加玛1号占据上风。悟饭很不理解，我孙悟饭与这位现代英雄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绑架我女儿这等卑鄙之事？加玛1号浮在空中，全身上下散发着4个大字：正气凛然。诱拐儿童不是我的主意，我的使命只有一个：正义执行，消灭你们的邪恶组织。悟饭一脸懵逼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缺德新闻人，能把曾经拯救地球的我歪曲成邪恶组织？为了点流量，至于吗？悟饭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丢下眼镜与加玛1号激烈对战。超赛悟饭很快就压过了加玛1号，不过加玛1号可以在战斗中学习对方的技巧和动作，很快便揪着悟饭随便揍。悟饭被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比克让小芳和自己演一出坏蛋虐待小朋友的戏份，小芳大呼好痛，加玛2号见状大喊：住手，不许对小朋友出手！悟饭怒气值叠满，大吼一声，变身成闪电版神犯，按住加玛1号一顿吊打。海德博士派出加玛2号帮忙，想2打1，我比克第一个不同意。比克现身与加玛2号进行缠斗，因为刚刚加玛2号阻止比克虐待小朋友的行为，让比克发现事有蹊跷。他一边与加玛2号对打，一边用嘴炮技能告诉加玛2号，他与他的海德博士都是被那个马仙达给骗了。加玛2号当然不相信，而且作为人造人，他生来是执行命令。加玛2号将比克丢下深坑，神龙赐给比克的额外力量发挥了作用，比克身后出现圆形光标，觉醒新形态成金比克。这一刻，比克如同魔王现世一般出现在加玛2号面前。加玛2号对着比克一套重拳，比克退都没退一下，比克一拳头打下去，加玛2号被重重打翻在地。拥有自主意识的加玛2号也终于看清了场内形势，毫无疑问，马仙达一伙才是真正的敌人。比克叫停了难分难解的悟饭和加玛1号，误会解除。马仙达见大势已去，准备启动还未完成的杀戮 Max。海德博士试图阻止马仙达，马仙达一枪将他打倒。不过海德博士的皮肤是改造过的，基本上刀枪不入。马仙达一把扯掉衣服，巧了，我的身体也改造过。海德博士直接叫来蜜蜂机器人，给了马仙达一针。马仙达东倒西歪，即兴来了一段舞蹈表演，接着摁下开关，启动了杀戮 Max。巨大的沙鲁发动野兽一般的咆哮，从地下实验基地飞了出来。我们上！加玛1号与加玛2号拖住了沙鲁 Max， 比克与悟饭、悟天、特南克斯、18号一起冲过去围殴沙鲁。沙鲁 Max 的弱点在头顶，不过这个弱点一旦被打中，就会摧毁细胞，发生大爆炸。加玛1号与加玛2号用能量手枪射击，比克等人用能量波一同攻击沙鲁 Max。没想到沙鲁 Max 虽然体积庞大，但速度奇快。他一个闪现来到众人身后，一拳头打飞悟饭。众人改变队形后，继续用能量波攻击。加玛1号和加玛2号射击吸引沙鲁 Max 的注意力，比克趁机绕后，用能量炮直接命中沙鲁 Max 的头顶，沙鲁 Max 发出惨叫。本以为结束了，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沙鲁 Max 发出一声地动山摇的吼声，身上每一个斑点爆发出一束能量，密密麻麻的能量束无差别向周围发射出去，所到之处一片爆炸。悟饭与特南克斯进行体操合体，不过因为手指没有完美对接，形成了5XL版的肥宅武天克斯。时间紧急，只能硬上了。武天克斯冲向沙鲁 Max， 被其一拳头击飞。18号一招排山倒海，将肉球传给加玛2号。加玛2号再使出一招龙卷风射门，肉球又到了加玛1号那里。一番配合，终于让沙鲁 Max 的头部出现了裂痕。众人分散四周围攻沙鲁 Max， 沙鲁 Max 随即挥出手臂，眼看就要击中18号了。克林突然从天而降，用元气斩击中沙鲁头部，接着再使出太阳拳，暂时剥夺沙鲁 Max 的视野。加玛2号如同一颗流星一样砸下来，带着一条绚烂的蓝色火焰，直接击中沙鲁 Max。可惜的是，这一招被沙鲁 Max 用手臂挡住了，并没有击中要害。加玛2号拼上性命，只炸断了沙鲁 Max 的一条手臂。这时，比克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隐藏招式，他变身成巨型比克，与沙鲁 Max 展开奥特曼大战怪兽的巨兽之战。但是这只能暂时拖住沙鲁 Max， 虽然变大了，战斗力并没有增强。要想打败沙鲁 Max， 还需要悟饭的力量。悟饭吃下仙豆，变身神饭，与比克一起围殴沙鲁 Max。沙鲁 Max 揪住比克一顿暴打，悟饭在空中用能量波攻击掩护比克。比克化身浩克，与沙鲁 Max 进行殊死对决，战况十分惨烈。其他人看不下去了，冲过去围攻沙鲁 Max。沙鲁 Max 一声嚎叫，瞬间就打倒了众人。
接着就轮到比克继续挨揍了。沙罗麦克斯打断了比克一条手臂，将其抛向空中，一发能量炮击中比克，比克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空中坠落下来。悟饭瞪圆了眼睛，叠满的怒气值猛烈爆发，变身成最新形态灰白色头发的野兽悟饭。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野兽悟饭的形象就是基于少年悟饭觉醒的形象而设计的。沙鲁大吼一声，一拳头狠狠击中悟饭。然而悟饭纹丝不动，接着飞起一脚，将庞大的沙罗麦克斯踢飞好远。沙罗麦克斯制造出一个直冲天际的巨大能量球，形态堪比元气弹。比克伸长手臂将沙罗麦克斯死死缠住。悟饭两指放于额头，全身迸发着巨大的能量。沙鲁麦克斯见状，连忙展开翅膀想要逃走，但来不及了。魔冠光沙炮穿透了沙鲁麦克斯的能量弹，一炮将其爆头。沙鲁麦克斯惨叫一声，跌入深渊之中。几秒后，他的身体剧烈膨胀。加玛1号提醒大家快跑。接着，沙鲁麦克斯的身体发生了爆炸。爆炸之后，大家纷纷从废墟中爬了出来。加玛2号化成尘埃消失了。比克拍了拍海德博士的后背，多亏了他，那个家伙的力量才被削弱，当之无愧的超级英雄。海德博士表示很惭愧，多亏了你们，世界才被拯救。海德博士无处可去，他专攻生物学，布玛将他聘请进胶囊公司做医美研究，主要是帮自己研究抗衰老皮肤之类的技术。而遥远的第7宇宙，悟空与贝吉塔的比武终于结束了。在不可以变身和不能使用能量波的前提下，万年老二贝吉塔终于靠着拳头打赢了悟空。比鲁斯早已经昏睡过去，而布鲁利和雷莫看得泪流满面。男人的浪漫就是这么简单。